不久以前，我在网络上看到一篇让人印象很深刻的求助文章，作者是一位20几岁的女生，她到台湾学中文已经住了1年半，但是她过得一点也不快乐。她努力想交朋友，却一直感到很孤单，也没什么人可以依靠，最后只好上网求助。看到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心里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是住在台湾的外国人，有些人非常喜欢台湾，但是有些人却过得很痛苦呢？也许你现在也有一样的疑惑，你可能已经在台湾生活，却觉得很孤单、很无助，或者你正在考虑到台湾学中文或工作，但不确定这是不是一个好的决定。如果是这样，那今天这堂课的内容应该会对你很有帮助。今天是 Mandarin Monday， 欢迎来到 Making Sense of Chinese。Hi, I'm Elena. I've been a Mandarin teacher for over 15 years, teaching everyone from big corporations to major universities. I'm a firm believer that immersion is the real secret to fluency. If you are ready to level up, join my free newsletter at makingsenseofchinese.com for useful lessons to help you speak naturally. Now, let's get back to today's lesson. 今天我要跟你分享那5种人不适合到台湾生活。第一种人是想要被动学中文的人。很多人以为只要搬到台湾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学好中文，但其实不一定。我有一个美国朋友在台湾当英文老师，他的中文非常好，大概是 TOEFL 华语文能力测验 C1 流利级，也就是比 HSK 6级更好的程度。但是他跟我抱怨过一件事，每次他用中文跟台湾人说话，大部分的人却用英文回答。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有些台湾人想练习英文，看到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就会很想用英文聊天。金发碧眼就是指金色头发、蓝色或绿色眼睛的西方人。第二，有些人会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觉得外国人听不懂中文，所以直接用英文回答。先入为主是一个母语者常用的成语，指的是在脑子里留下的一种很主观、难以改变的想法。比如，很多老一辈的台湾人对于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也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对方
应该就是美国人。所以，如果你只是被动的等待别人来跟你说中文，却不主动开口练习，你很有可能会非常失望。第二种人是想靠工作赚大钱的人。我必须老实的跟你说，在台湾工作真的很难赚大钱，跟邻近的日本和韩国相比，台湾的薪水相对比较低，可是房租却一点也不便宜，尤其是台北。就算其他生活费比较低，你最后可能也存不了多少钱。当然，也有人在台湾创业成功，赚了很多钱，但那毕竟是少数。如果你只是当一般的上班族，那么去其他薪水更高的国家可能更有利。那为什么我那位美国朋友还是选择到台湾教书呢？因为他很喜欢台湾，到台湾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想提升自己的中文实力，并不是为了赚钱。如果你的目标也是学中文，其实台湾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你甚至还有机会免费在台湾上中文课。台湾政府提供丰厚的奖学金给外国学生，相关的细节可以参考第98集那堂课。第三种人是想要被动交朋友的人。很多人到台湾旅游以后，觉得台湾人很友善，就以为在台湾很容易跟人交朋友。台湾人对外国人友善是事实，但一个外国人长期在台湾生活，交不交得到好朋友，则是另外一回事。语言和文化差距造成的影响，可能超乎你的想象。再加上一个人住在国外，本来就很容易感到孤单。就算是像我这种个性比较外向的人，也会有这种感觉。我很喜欢跟人说话，交朋友对我来说简直是易如反掌。易如反掌是一个很常见的成语，意思是非常容易，就跟翻手掌一样。但即使是我一个人住在国外的时候，也常常觉得很孤单。那为什么外国人在台湾交朋友有时候不太容易呢？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台湾人对自己的语言能力没有自信。大部分的台湾人都会一点基本的英文，尤其是年轻人，但是很多人都不敢开口。我以前也是这样。大学的时候，我在校园里看到外国老师走过来，还会故意躲起来，
因为我很怕用英文跟他说话。所以如果台湾人没有主动跟你聊天，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不友善，而是没有自信。我建议你不要被动的等待，应该要主动开口跟台湾人聊天，多多跟人相处，慢慢的就会变成朋友。如果你想要快一点跟台湾人拉近距离，可以参考第9集和第10集那2堂课。其实语言交换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我自己就透过语言交换交到蛮多好朋友，甚至连我老公当初也是我的语言交换伙伴。相反的，如果你只想等人来认识你、亲近你，那可能会对台湾人感到很失望。另外，每个国家都有好人和坏人。如果你不幸在台湾遇到坏人，请果断的和对方断绝来往，不要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第4种人是非常讨厌潮湿与炎热的人。台湾是典型的亚热带气候，通常会从4月开始变热，一直到9月，甚至是10月。一年里至少有半年都像夏天一样热。如果你不喜欢湿热的天气，那尤其是台湾的夏天，对你来说可能会非常痛苦。第5种人是非常害怕蟑螂的人。关于这一点，我可是很认真的，不是在开玩笑。如果你非常害怕蟑螂，那真的要好好考虑。蟑螂在台湾有一个可爱的绰号叫小强。台湾的夏天，小强非常多，走在马路上就能看到。而且，就算你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还是有可能会看到它们。一尘不染就是非常干净，一点灰尘都没有。我自己就是一个很怕蟑螂的人，所以我都会尽量避免在夏天回台湾。虽然在其他季节还是看得到小强，数量至少比夏天少很多。如果你听完我今天的分享，还是不确定台湾适不适合你，那不妨先去台湾住1个月，特别是在最炎热的夏天，亲自体验当地的气候和生活，就知道你喜不喜欢了。你会想到台湾生活吗？还是你已经住在台湾了呢？你喜欢台湾的生活吗？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I hope today's lesson gave your Chinese a nice boost. You can get the lesson transcript with pinyin and 注音
a Mandarin vocabulary database, and other study materials at makingsenseofchinese.com/EFP. Ready for the next step? Check out this playlist and keep learning with me. See you there!